有人说东沙就是这个易攻难守，是真的。他发动攻击，你也只能交给他。但如果交给他之后，既然是易攻难守，那对方要守也不容易啊。这到底可不可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真的，假设发生这种事情，真的中共动武在东沙了，那个结果会是如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可能呢？我不知道于将军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每一年我们以前在国防部做兵推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外岛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纳入我们整体台澎防卫作战里面，就是自力作战。我以前在马祖待过，马祖我们的作战计划跟台湾无关，叫做自力作战。我们就是几个字：与岛共存亡，战到一兵一卒，最后一弹绝不投降。这是当时外岛给我们的做一个最高的一个战略指示。所以说我们在马祖服务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万一我们被占领，这个国军什么时候来归附我们的作战？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想过呢？因为我们不会被占领，至少我活着不会看到马祖被占领，我战到最后一刻，流到最后一滴血。当时我们在外岛戍守是这样。那我先讲到东沙，我们从北到南我们台湾海峡从北到南有3个重大的屏障，最北方就是南竿、北竿、东莒、西莒，还有这个东引，这是在最北台湾海峡最北端，靠近大陆最近的。中间的部分是金门，金门的部分在靠南部，这就是东沙岛。这3个屏障在当时这个7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增加台海的战略纵深，也就是当时因为武器攻势的武器没有那么发达，他要过来一定要靠过海运渡海过来，那这3个屏障防线会第一个发现，会给台湾充分的时间预警，因为你要渡过，你要拿下这几个地方。毕竟是要惊天地泣鬼神嘛，你看古宁头大战也好，相关的战役也好，都是惊天地泣鬼神。那会不会打响中共侵略台湾的第一门炮？全世界都知道啦，你在打台湾。那这个时候只要守住、挺住，后面世界上对于自由、人权爱载的这些国家，势必会，我说他不会出兵，但是会给你协助。那现在是把日本绑进来了。因为日本你看包含了与那国岛，包含了冲绳，那跟台湾简直绑在一起嘛。所以现在美国把日本绑进来，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受到侵略，你的日本所有的领土也不会苟安呐。所以日本现在有了警觉，包含现在岸田，他也把这个事情直接宣示，台湾的安全跟日本的安全是绑在一起。那但是我们可以高兴，但是不能依赖。我们可以高兴，不能依赖。高兴的是我们有更多的盟友，我们不孤独。但是我说不能依赖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自己的国土自己守，这绝对不能依赖日本、依赖美国，绝不能依赖。那但是东沙这个状况，它是易攻难守。那这个状况，中共能不能拿下？它早就可以拿下了。这东沙岛才多大？1.7左右的平方公里，非常的小，距离高雄446公里，距离这个汕头才200公里。那当然是距离敌方近，距离我方远。按照补给线来讲。它的补给线短，我的补给线长，我们不占便宜，我们在战略上是劣势。可是为什么中共70几年来都没有动过东沙？因为他也知道拿下东沙之后，他只有一个条件：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军要打台湾，他绝对不是说直接去打你台湾，耗损太大，对于他的经济，对于他本身自己内部的矛盾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是他可以打东沙。我把东沙拿下来，我只想造成一个因素，不是军事因素，是心理因素。东沙岛上200-300个驻军，如果今天解放军过来，我们这200-300个驻军不战而降，而不打仗，弃械投降，那这300多个人变成俘虏，这个俘虏被带回中国大陆境内去之后，对于台湾内部有多大的影响？你有200多个军人被我俘虏了，你政府要怎么办？蔡英文要不要表态？国防部要不要表态？我们民间要不要？会不会出现这个？那是我的儿子啊，是我的孩子啊，会不会出现反战的声浪，逼迫政府跟对岸谈和？这就是什么？以武逼统啊！这就是中国最想要的伎俩，叫做以武逼统，就是要拿下你的东沙岛，让你这些人都不要受伤，也不要流血。他大老远开始用心脏喊话：“放下武器吧！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何必在这里丧失你的生命呢？你还年轻，还有太太，还有孩子。”那我们的国军如果傻乎乎的就把枪放了，就给俘虏了，成功了。中国的解放军不花一枪一弹，不损一兵一卒，把你这些人全部带到大陆去，变成样板，然后台湾这个地方200多个人俘虏，他跟你谈，你有什么筹码跟他谈？对不对？那东沙会不会被拿下，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要的是心理战，他要的是整体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崩溃。他要的是政府左右为难，战还是和，左右为难，最后用这200-300个俘虏逼迫你跟我和谈，这就是中国要的。那但是这些年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们都讲出来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中华民国的国军他不会投降，因为古宁头告诉他我们不会投降，823告诉他我们不会投降，一江山是宁死不屈。你如果要用武力来侵犯东沙的话，你所换到的是台湾2300万人更坚定的痛恨你这个暴政。所以他也知道，他也在评估。所以现在中国透过了很多同路人的做法，就是在岛内不断的鼓噪，制造你政府之间的矛盾，制造你这个各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造成你最大的矛盾之后，他才有机可乘。然后这个时候武力侵犯了东沙之后，把这些人不花一枪一弹，不死一条生命，全部变成俘虏，你这个国内2大族群就冲撞。那政府他有再强的国防，他有再好的武器，他有再精良的装备，就算美国想要协助你，无从协助，因为你本身就已经甘愿被统一了，你本身就已经被他威胁了，你本身你心中的那个防线已经崩溃了，那要怎么打？所以为什么国防部一直强调一件事，守不守得住台湾是看全民国防。很多人在立法院质询国防部长讲，国防部长说主动权不在我，这点我要修正一下我们邱部长。其实会不会武力犯台？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掌握了50%的决定权。为什么这样讲？我是说，那我们去侵犯他不是？当中华民国的国军建军与备战弱到跟豆腐一样，那他为什么不打你？你中华民国把国军的防备、把国军的武器、把国军的训练不断的弱化到用手一戳就倒了。那这就是你给解放军机会来侵略你，这就是你给中共最好武力犯台的时机。所以在立法院说这个主动权不在我，错，我们有一半。当你不整军纪武，当你不提升战力的时候，你就是提供给解放军最好的犯台机会。解放军心想：你这么差，你这么弱，我轻松过去，不会伤及一兵一卒，我为什么不打？所以我就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从来没有松懈对台动武的心。但是呢，为什么到现在为止70多年迟迟不敢行动？就是因为第一个，国军没有放弃台湾，国军整军纪武没有一天停过，国军的强度是越来越强。虽然你中国的解放军现在是世界上前3名的这个军队，可是呢，中华民国的国军保卫台海的决心是世界第一。我们保卫台海的所有的战略战术是世界第一。我们所有士兵训练，为了捍卫台湾海峡安全，为了捍卫台湾2300万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跟我们的训练的强度世界第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敢这么轻易的过来。所以我真的是真的跟最近不要改变教招嘛，很多年轻人就说：“哎呀，这样子我会不会很超很辛苦？”我说你要担心的一件事，就进去会不会不超？如果进到教招这14天又是去度假，跟夏令营一样，我说你才要害怕，因为你的生命财产危险啦。如果教招到了这个节骨眼，到了这么两岸之间这么升温的时候，国防部的教招还带头混，我说你千万不要高兴。你爽了14天，你赔掉了子孙的千秋万代。所以我说，如果到了教育召集，发现哇不得了，射击28小时很扎实，以前打6发，现在打600发，以前这个行军只走2公里，现在走了多少？走了30公里、50公里、100公里。我说你觉得很累、很辛苦、很扎实训练的背后，你要觉得安心，因为你的孩子、你的财产、你的太太、你的所有台湾的好朋友，因为你的严格训练而受到了保护。是，但于将军刚刚提到的部分，我自己感受很深。我记得我们在服役的时候，我这年代还是要2年的兵役，有的军种还要3年哦。我记得那时候说法，当然也是自我安慰，但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他说：“你现在认真花2年保护大家，以后大家会认真保护你这个一辈子，这很公平啊，这应该就是如此啊。”这部分我觉得彭教大哥，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其实我相信你也对于这个东沙真的被攻被打，你应该有一些看法。是的，其实刚才宜将军讲得非常好，的确是我们的国军过去的。有很多的非常好的这个传统跟战史，就是我们在外岛守军与阵地共存亡的这样一个观念这个有非常亮丽的表现那么但是呢，话说回来，站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弟兄们的家长来讲他会担心的，所以说我要特别在这里向我们东沙守军的家长们，说一句话，
我用人头挂保证，你的子弟在东沙绝对安全，老共绝对不敢打。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因为当你了解到中共在整个南海的经营，你就知道说他的大局是什么。他的大局是如何巩固他所谓的9段线，是如何保有他的辛辛苦苦这个吹沙填岛做出来那个7个岛礁，那7个岛礁跟东沙有什么不同？也是一样啊，距离中国比东沙还更远啊，对不对？一样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各位记不记得？川普在末期的时候那时候南海局势非常的危险连胡锡进都讲，我们这7个岛礁很难守得住。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那个时候中共的研判认为说这个川普很有可能会动手，因为他那个7个岛礁是非法的嘛，经过了海牙国际法庭的这个认证，那是非法，要恢复原状对不对？那我们的东沙可是合法的，所以说，因为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老共在南海采什么做法呢？就是停止争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以他希望说南海平静无波大家不要闹事为什么？这是他的大局。那他怎么可能说去打我们东沙呢？固然能够得到一些这个战略上或者心理上一些的效果。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能会因为这样子，那你可以打东沙，那别人不能打你7个岛礁吗？东沙守不住，你7个岛礁就守得住吗？所以这叫什么夺岛效应？这个不是老共在他的整个战略思考会这样想的。这就像人家讲的为了捡一颗芝麻掉了个烧饼。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东沙守军的家长们大家安心。我也希望我们东沙的守军，一方面大家能够坚守你的岗位，二方面机会难得，你一辈子都会觉得很光荣，你曾经戍守东沙希望说在那个美丽的海上公园，好好的构筑你青春无悔、青春亮丽的回忆。